薛谷主，秋水夫人呢？木儿醒后哭闹，师妹正在安抚呢，应该随后就到了。薛谷主，你此番叫我们前来，可是和木儿的病有关？待秋水夫人过来，我自会告知。薛谷主，在师妹来之前，有话不妨直说。师妹近日劳心费神，不能再受任何的打击了。木儿的病已无力回天。不可能！木儿的病这2日已经好转，不可能的。你眼下见他康泰，不过是我先前封住了他几处药穴，暂时抑制了病情，但此法只能是暂时保他性命无虞。日后不知何时就会病发身亡，而他往后活着的每一日，都会在病痛之中。怎么会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没有为什么。木儿的病，从一开始就无法可医。不是的，我们入谷的时候是你自己说的，3年之后木儿的病便可好转，是你自己说的。我当时出手相救，只不过是想尽力一试。若只是尽力一试，你怎会那般自信地说，只要3日呢？哪怕只有一丝希望，医者都会尽力一试。若不是那样说，恐怕木儿都无法活到今日。薛谷主，昨日在药炉，你问过侍女们，是否给木儿喂过水？当时师妹的神情很奇怪，可是因为这个，才导致木儿生路断绝的。木儿的病，无论中间有没有变数，都没有生路。是我不该给你们虚幻的希望，抱歉。既然这里治不好木儿，天下之大，定有别的神医能够治好他。我这就回去收拾，待木儿另寻名医。你若能这么想，也好。薛谷主，还请你勿将木儿的事情告知师妹，留给她一线希望。有时候，愧疚与自责，比利刃更伤人。治不好就是治不好，是我医术不济，我认。我会命双红将10万诊金悉数退还。就此别过。感谢你对木儿的照料。最后奉劝你一句：当断则断，不要再白费力气了。我发过誓要照顾好他们2人。只要木儿还活着，只要还有一线希望，我就一定不会放弃。我一定会想尽办法治好木儿的。
只要有一些希望，就不会放弃。世人总相信有强求之法，因为除了相信，也别无他法。夫人，你回来啦！娘亲回来啦！夫人，您怎么了？脸色竟这般不好。小环，你去帮我找几件厚衣服。啊，夫人，厚衣服都在这儿了。再去找找。是。墨儿，娘亲对不起你。娘亲对不起你，娘亲没能让你健康的来到这人世间。都怪我，下辈子，下辈子。师妹，霍七公子，小环姑娘，我师妹怎么不在屋里呢？夫人刚刚还在屋子里，她让我去马车上取几件厚衣服，可是厚衣服就在屋子里。这玉戒指是师娘给师妹的，断不会离身。小山姑娘，啊，你可见我师妹了吗？我看见秋水夫人往后山方向去了。墨儿该吃药了，怎么都走了？谷主，秋水夫人将墨儿留在房中，人不见了。霍七公子去后山寻去了。师妹，师妹，师妹，你来这干什么？师兄，你看，从这里看过去，像不像天山派的后山？从前在天山派，你总带着我去后山，用轻功飞到山顶那棵云杉树上看雪。不知道那棵树还在不在？在，肯定还在的。我们这就回天山派，天山派墨儿还没去过呢。回不去了。
自从我嫁入徐家，我们就回不去了。师兄，春花的葬礼上，我同你说的那些话，你忘了吧？师兄，我真希望我从来都不认识你。我的一生都被你毁了。或许我们都该放下了。师妹，这崖边危险，你先回来，我们慢慢商议。木儿还在等着你呢。你别过来！你不要再唬我了。薛谷主跟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。木儿已经没有了希望，多活一刻，他便痛苦一分。怎么会呢？我打听到一名神医了，他说能治好木儿，我们这就带木儿去见他，好不好？不可能！薛谷主已是天下神医，怎么会还有比他医术更高明的人？不可能！只要还活着，就一定有希望。倘若你此刻掉下去，便一切都不可挽回了。是啊，无可挽回了。那日若不是我自作主张给木儿喂奶，他也不会。都怪我，都是我害死了木儿。师兄，拜托你，拜托你别让木儿的余生那么痛苦。师妹，师兄，回不去了，你放手！霍小白，师兄，师兄！兰兰，快将秋水夫人带回谷中休养。是。这无忧崖底下遍地是草木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双红，尽快命人下去一寸一寸的找，务必将她带回来。是，走。萧瑟而动，羽翼丰弓。有月光倾洒千里，雨填满荒芜。我心变穷途，一时写江湖。霍七公子，何必知处之手，一人美术。我有一心杯酒，红泥小火炉。风绿，跟着雪傲就能找到霍七公子。好。能饮一杯无，有太多遗憾，是不够义无反顾。找到我师兄了吗？找到霍公子了，但他伤势很重。以霍七公子的武功，就算是坠崖，也不至于昏迷不醒。定是之前给谷主渡了太多内力，未及调息，才损伤至此。我定会全力医治他，就当是还他的。我有绿衣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，待到晚来天雨雪，能饮一杯无。若我
交出所有朝暮，你可愿与我共赴？生帝皇，加班。我有理性陪酒，哄你笑火炉，待到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。有太多遗憾，是不够义无反顾，你可愿与我虚度？他伤了筋骨，这纱布上的生帝皇，1日10亿，加上竹片后不可移动，慢慢便会痊愈。是，谷主。薛谷主，我师兄伤情怎么样？还活着。元一公，教王常无觉蛰伏于西域昆仑多年，密练神功，残暴异常，座下5名子更是恶名昭著。如今蠢蠢欲动，妄图卷土重来，入主天下武林。时辰到了，去吧。是。你这般放松，当心睡着之后被人暗算。不会真睡着了吧？各位，该出场了。你们在修罗场厮杀至今，
眼下是你们的最后一场战斗，杀死身边除自己之外的所有人。只有最后一个活着的，才能走出这修罗城。来吧！只有活到最后人，才能成为教王座下的第一杀手，享尽荣华富贵。崽子们，来点刺激的！有人，跑死他！快打！小虎，你杀得了那獒犬吗？还从未有人掉下去，还能活着走出来的，有意思。不必打了，教王有请。伤都好了，他怎么迟迟不醒啊？当初他外伤虽重，但并未伤及心脉，经过这段时间的施药调理，也应当好了才是。师兄，灵儿，师妹，两个，师妹，师妹，两个，两个。薛谷主，他怎么样了？这段时间，我用了很多的方法，都无法将他唤醒。会不会是伤到了什么不易察觉的地方？他神思重创，
似乎有很重的心事。身疾易治，心病难医。你可知何事致使他如此？或许是因为大半年前。大半年前，听闻鼎剑阁6剑徐崇华欲奔赴元一宫，被人在星宿海海崖诛杀。那人便是霍展白。徐崇华便是我的夫君，墨儿的父亲。半年前，崇华重伤多名鼎剑阁长老，叛离中原，赴往西昆仑。师兄奉南宫阁主之命追击崇华，临行前他曾答应过我，会将崇华平安带回来。可是最后他带回来的，却是崇华的死讯。徐崇华重伤多位长老，霍展白手刃叛徒，倒也在情理之中。可是不管怎么样，崇华与他是结拜兄弟，我与他是师兄妹，自小一起长大。他估计以谁的情分都不该痛下杀手啊！更何况阁主本来只是下令追捕崇华，如何定罪，阁中自有公论。他却直接要了崇华的性命。墨儿一生下来，便没了父亲，也让你没了夫君。看得出来，你怨他。他回来之后，一切一如往昔，潇洒不羁。我见他这般模样，还以为他对崇华一事并不在意。若是他真的不在意，我谷中的风雪石阵便不会成了一堆破石头、碎冰块了。薛谷主，请薛谷主无论如何都要救醒他。我与他毕竟是师兄妹，自小一起长大。更何况，他不顾生死救了我和墨儿。霍七公子以不机智待世人，就连亲近之人也无法知晓他内心苦楚。那徐崇华重伤师门前辈，杀了他也无大过。人的感情岂会是非黑即白？若是寻常无情无义的人，杀了也就杀了。可霍七公子却是个愚笨不堪的。他承诺要照顾好秋水烟母子，但到底不是他自己的妻儿，为了一个承诺，却把自己给困住了。谷主，他不会永远昏迷下去了吧？有时候，愧疚与自责比利刃更伤人。我发过誓要照顾好他们2人，只要墨儿还活着，只要还有一线希望，我就一定不会放弃。那个人不顾一切想要救醒墨儿的模样，一如当年的我一般。恳请廖谷主收我为徒。自祖师爷创立药师谷以来，求学之人多如牛毛，可真正学成者却寥寥无几。你可知为何？学医学的不仅是医理，更是一种修为。那你可曾思量过，自己能达到何种修为啊？廖谷主曾说过，唐老谷主当年唤醒过一名冰封多年的人。我若想救雪怀，这便是我的修为。医者之路艰辛而漫长，即便你能成为医术最高明之人，雪怀，你也是救不活的。只要有一线希望，我就绝不会放弃。
子夜，你怎么还没休息啊？婆婆，我要进去查一些书。这些书，你不早就倒背如流了吗？你还在找那个孩子的救治之法？或者你是为了救霍七公子的命？那孩子得的是绝症，而霍七公子又迟迟未醒，所以你左右为难。如此踌躇不定，可不像谷主的脾气啊。只要还有一线希望，就不能轻易放弃。哪怕此刻没有希望，下一秒或许就会有。谷主这事推己及人，但天下就是有治不了的病症。你的医术再高明，你也不会有回天之力。抱着虚幻的希望，不如早点看透，这样才好继续前行。前尘往事随夜色阑珊，一生一世一人一心一瞬的温暖，一点一滴一天一年往事片段，聚散悲欢人世万般，回首望来去风雪从人谷主，不好了！霍七公子，霍七公子，谷主！他病中遇气窜泥，扶阳失手，伤了心脉，犹豫不得了。我那么相信你，结果呢？无论是重华还是墨儿，你谁都救不了。为什么？师妹，老七，你我结拜之时说过，同患难共生死。为何我死了，你还在独活？你为什么谁也救不了？为什么？答应过我的，你要照顾好我的妻儿，你答应过我的啊！你谁也救不了。你还在等什么？你谁也救不了。答应过我的。你谁也救不了。你谁也救不了。答应过我的。答应过我的。霍展白，我已经找到了一张古方，可以治好墨儿的病。只有你醒来才可以救他。你快醒过来！你快醒过来！霍展白，是你。你刚刚说，你已经找到治好墨儿的办法，是真的吗？我在古书中找到了一张药方，正对墨儿的病症。太好了！我这是等了多久？已3月有余。
师妹呢？她在外面，我叫她进来。她如何了？她醒了。谢谢薛谷主。师兄，师兄，你终于醒了。师妹，师兄，都怪我太鲁莽了，我不该挑牙，险些连累你丧命。都过去了。你说的对，人只要活着，就有希望。如今墨儿终于有救了。还好教王开恩，我们才能活下来。教王，人已经带到。干什么呢？还不快点过来见过教王！教王万寿！见了教王，为何还不跪下？无碍。你们二人能从修罗场里活着走出来，很不容易。不过我的身边呢，只能留下最顶尖的高手。你们啊，与那些废物不同，一个身法敏捷如脱兔，一个招式狠厉如鹰隼。死了哪一个，我都不忍心。要不，今夜我让你们二人选。明早活着的那个人，便是我元一宫的第一杀手。不过，如果明早你们二人都活着，那我就放你们回去吧。谢教王开恩。去吧。教王真的会放他们二人下山吗？你觉得如此圣洁的地方，该有这等污秽之物吗？教王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现在就帮你擦干净。逗你玩了。你看，月亮快下山了，天快亮了，只要熬到天亮，我们就可以离开这里了。下山之后，你我各走一边，再不相见。把这发生的一切
都当做一场噩梦，全都忘了吧。不过，任何人都不能相信，天真的人